个是做了一个前置处理，然后简单修了一下甲型，在这上面给大家做。首先第一层呢，我们在假设说现在已经打磨过甲面了啊，我就不给它打磨，就正常操作的话是打磨甲面，清洁好了之后，接下来开始上底胶，对吧？底胶呢，大家也可以按照大家的习惯和用胶，可以用瓶装也可以用罐装，无所谓的啊。第一层先去涂底胶，底胶是必须作为第一层打底用的。再说一次，底胶在涂色的时候一定记得是在打磨甲面之后。另外，如果是瓶装胶留后缘，记住，因为我们做这个极致单色后缘涂色留边安全距离是1根发丝的距离，对不对？那后缘口袋打开之后，我们用少量的底胶，底胶不要过厚啊，不要太多，然后可以稍微提一下皮肤。但一般来说，我们慢慢的去推胶，只要口袋能打开，后缘的留边可以说是由我们自行控制的。你看。能看见吧？1根发丝没有碰到肉，但是又很窄，所以说这是我们做极致单色的一个标准。然后拽起来之后，它能推到后缘去，松手的话它就不会碰到肉。但如果你的口袋没有打开，你一味的去往后推，就一旦松手就很容易碰到肉上去。啊。所以说这个呢，跟大家先做解释，然后你们为什么说，我也掏了口袋，我也做了，用打磨机做了，但是这个后缘还是容易碰到肉，是因为你们口袋没有打起来，或者说口袋不够深，所以说这种具体在做的时候也是按照不同人的情况去操作，好吧？这一步做好之后，我们先去照灯啊，照灯之后做建构，底胶照灯之后去做建构，底胶薄薄的，留好1根发丝的距离，然后在做建构的时候，每一层后缘的位置都是一样的。我浅照一下啊，快速给大家演示。你们正常照灯一定是要在60秒以上，好吧？我大概照十几秒钟啊。来取建构胶或者是光疗胶都是可以的，建构胶或者是光疗胶都可以啊。然后呢，笔呢一定记得在做这种的时候，笔要润透，给它润的干干净净的、柔柔软软的，再去使用。然后取胶也是卡着瓶口的边缘，先去薄取一点点，去做出一个它这个胶痕的位置。也就是说，第一层呢先薄涂，卡着底胶的边缘去留安全距离，因为两边的口袋也打开过啊，包括后缘想刷屏的话，横向去刷。这个是在其他教程里面有的，刷下来。好，包边的话，记得建构胶第一层敷胶这一层的时候就把边包好，下一层就可包可不包了。轻轻一点点余胶，安全距离留好，甲面有这么一层胶之后，不要照灯，然后再去一层胶珠。就弄到笔上了啊，弄多了。然后正常来说取胶珠在前段，因为这一瓶快见底了，有点看不见。然后大家缺好胶珠之后，直接敷到甲面上，给它做建构。这个建构就不用再单独去细细去说，给大家走顺序啊，极致单色的顺序。千万要记住，做极致单色后缘虽然我们是塞到肉里面去，但是它也是一个流畅的弧度，不要说后缘变得很厚有阶梯感，好吗？好，敷在胶上面，安全距离留好，让它自然去流到这个顺着第一层刚刚铺过的胶痕流到这个两侧，然后调整甲面的弧度、胶的位置，调整好了之后，如果问题比较大可以倒置，没有问题可以去照灯，可以照灯。如果说需要塑形的话，照灯30秒啊，照灯30秒拿出来塑形建构，建构好了之后，做这种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就是做建构做一个手指，然后去照灯，照完灯做另外照灯的时候做另外一只手的一个手指，一定是每做一个手指照一次灯啊，然后弧度来3成倒置一下，就不要说全手做完了统一照灯，好吧？这种就是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做，左右手倒替着去操作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再拿这个光疗灯，再拿灯去照一会儿。正常来说，按照你们的这个时间以及灯码数去操作就好啊。做好建构来分出来，检查，通过灯圈检查甲面有没有凸胶或者溢胶的现象，没有问题的话，照灯。照灯30秒左右，可以拿塑形夹或者拿我们的指甲把两边给它夹手，遇到扇形夹。如果没有问题就不用夹了啊，不用夹。然后因为建构胶还有光疗胶这些浮胶比较大，如果你们用的是光疗胶的话，像那种擦完浮胶它特亮的、特光滑的那种，最好是打磨一下，再涂底胶，再继续操作，再操作。像做建构的话，我们一般用这种胶或者用流平胶、加固胶操作完了，擦掉浮胶，直接涂颜色就好，直接涂色就好。照灯30秒啊。来涂色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用到的是瓶装胶，罐装、瓶装都可以，看大家的需要，看大家需要。来笔先润一下笔。
因为有刚有胶啊，擦掉之后润笔，然后取罐装胶，先擦掉甲面的浮胶。就是照灯60秒，如果30秒的话，塑形完了再去照灯30秒，给它加寿就好。我就直接照灯30秒了啊，照30秒。你们记住，建构一定要照满60秒钟以上，甚至60秒2分钟都是可以的，好吧？不要照灯时间太短，太硬度不够，好吗？晾干不要有水分，来去胶，然后涂色。建构做好之后，你看随便刷点颜色，这个高级感就上来了啊。去胶量不要太大，太大的话边缘就会刮胶，所以说先把大面铺上去，基本的胶铺上之后，给它留个边，留边也是一样，然后轻轻的横向去给它推。你们其实有的笔呢比较平滑的，可以说是用这种咱们平常涂单色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啊。但是因为这个口袋打开需要咱们用一支，就是做极致单色用光疗用这种笔的话，一定用这种笔比较薄的。如果特别的厚，你口袋可能伸不进去，所以一定要用薄薄的这种笔做后缘。注意啊，一根发丝的距离跟底胶的边缘是重合的。好，旁边也是都一样。好了，给它刷上。其实也就是说，做极致单色不一定要用到什么呢？咱们的罐装胶、瓶装胶也能操作，罐装胶也能操作，无非就是你们在喜欢的颜色和这种胶上去做选择。掏好口袋咋做都行。掏不完口袋没掏出来，那么后缘留边尽量能窄就窄，甲面就要干净，好吧？甲面就得干净哈。好了，这是这个用罐装胶刷胶方式，也可以用瓶装胶，我再用瓶装胶去操作，大家都可以去看。极致单色要极致效果的话，多数还是以简简单单、干干净净的为主。这边拿平胶啊。如果说你们做款式，后期你知道我自己要做后建构，那么做这一层前建构的时候，一定记得胶量不要太厚了啊，胶量不要太厚。那如果不做后建构，这个款式完了直接封层，那建构就给它做漂亮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最终效果出来整个甲面特别的厚重啊。这是皮肤。这个刷子上反面胶量一定不要过大，那是不是也可以去给它推出后缘来？先看后缘是不是它就干干净净的，对吧？就好像从这个肉里面出来的似的，实际上啊，我们掰开之后，后缘还是有一根发丝安全距离的，只不过松手之后，它可能把这个颜色正好给挡住。好了，一层两层，两层完了，这个颜色饱和度就会变高。注意两边留边也是发丝的距离，也就是说你们也不用去考虑什么发丝或啥，就记住一个能窄就窄，能多窄就多窄，好不好？就能留到你觉得不影响它边缘光滑度的情况下就可以。好，轻微包边。一会儿还会说到这个，在最后封层之后，你们再操作的话，怎么去封边啊？怎么去把这个边缘包边的问题解决一下？为什么做完我前缘看起来胶那么厚？或者说我不喜欢包边效果，能不能不包边？实际上必须得包边，但是可以包完边再打磨，好吧？好的，我一会儿有可能会缩胶啊，因为我照灯时间可能不太够，快速给大家进行。做格式做这种极致单色要求的是格式前置必须到位，建构要做上去，甲型要修漂亮，然后整个甲面的弧度涂色要干干净净，后边留边啊，这种整体的问题综合去做出来。它不是说只是我做个格式前置我就能叫做极致单色了，或者说我后边留边窄一点就叫极致单色，缺一不可，好吧？看第二层，一般两层颜色饱和度高了即可。第二层涂胶要多注意，就不能像第一层那么随意。第二层就要注意整个甲面的光滑度了啊。后缘留边也是跟第一层边缘重合，不要超过去。
灯，然后再涂一层加固，给它留平，最后封层即可。然后我就直接封层。你们知道，在这一层，比如说你的颜色发现，你看有时候有点小颗粒，或者有点不太那么均匀，那就可以薄薄的一层后建构胶，然后最后封层啊。我呢就直接上封层，用封层来跟大家去说这个最后包边问题。说极致单色的操作，只要你前置整体做出来没有问题，问题更不大，我就直接封层。封层完了，我跟你们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包边问题。看塑胶了，有点塑胶了，每一层刚刚是那个，然后这个封层也是跟底下色胶的边缘重合，塞到那个洞洞里面去，有没有小颗粒都还有。就是大家主要是看直播课，看直播能看懂的情况下，这个就是给你们顺一顺流程的问题。是不是每一层我都包边了？包边找平夹面，找弧度，来给它做出光圈。光圈呢，不是说咱们这个怎么涂就出来了，而是你建构做好了，每一层胶涂匀，然后最后封层或者加固的时候给它找平，涂匀一点点都能出来，灯打上去都是可以的，好吧？都是可以的。就每一层胶都有流体性，不要一味的依赖于一层这种建构怎么样。就是建构当确实有点小瑕疵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后面的那些也是可以去调整的，好吧？后面的那些胶也是可以去调整的。这一层我先去照个灯啊，先去照个灯，然后教你们怎么去这个在极致单色之后包边。哎，这是一个磨砂工层，就是有的极致单色出来效果很好，但是边缘不是不干净嘛？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准备一个300目左右的搓条，一定要细，一定要细，甚至说用咱们的那个细搓条也是可以的，反正找一个光滑一点点的，别拿那抛光搓啊，抛光搓就有点太细，没有摩擦力的。我就先照这一会儿吧，看一下啊。效果比较有了吗？拿一个目数一定在300左右的，然后注意看，在封层之后怎么去把边缘磨得又干净，然后又结实，就是不要垂直去把这个叫什么，咱们包边的位置磨掉，要往内侧扣一点点。往内侧扣一点，然后再轻轻的把边缘磨掉，这样呢，相当于胶是超过它的本甲的，对不对？那超过本甲，那平常碰硬东西啊，碰什么东西，那第一接触点是不是胶？所以说这样做完之后会更加结实一点。但如果说垂直打磨，有可能碰东西的第一瞬间碰的是指甲，再遇上咱们本甲特别薄软的，那么就容易导致前缘太边起翘啊，就会导致前缘太边起翘。这种做完不需要再去怎么样，就是往内侧扣着点，磨掉边缘的这个包边的胶，然后最后擦出来即可，擦出来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，应该知道的。行了。这就是我们极致单色在操作的时候一个小流程。封层我待会儿一擦可能没这么亮啊，但是因为照灯时间过短，你们知道每一步的细化流程，细化流程就好。看这个前端，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这种，那么看清就没有像包边，像这种没有像那个包边似的那么严重，但是边缘又是干干净净的，效果就有了啊。大家实操一下。